美军从阿富汗撤离已接近尾声，塔利班提出放下武器的重要条件，但为何说印度却在这场纠纷中栽了跟头？据环球网援引美国相关媒体消息报道，近日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辛表示，塔利班并没有想垄断阿富汗权力的想法，但是如果想要阿富汗迎来稳定，就必须罢免阿富汗现任总统卡什拉夫加尼的职位，并且组建新的阿富汗政府。沙辛称，目前塔利班已经停止了军事进攻的计划，并且暂时不会有占领省会的想法。在这期间，阿富汗如果让加尼政府下台，并且建立一个能让塔利班和所有的阿富汗人都认可的新政府的话，塔利班就会放下武器，阿富汗也就实现和平，没有战争了。有分析称，如今美军撤离任务已经快要完成，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也开始逐渐协商，但这中间印度却遭了殃，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此前，印度跟随美国的脚步，开始往阿富汗投资心血，但说白了，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在阿富汗扎根布局。印度极力想击败巴基斯坦，所以就开始在阿富汗布设棋局，以便于顺利的对抗巴基斯坦。除了围攻巴基斯坦，印度还在此布下了一套中亚战略。印度总理莫迪之前就与伊朗签署了一项协议，用来开发伊朗的恰巴哈尔港，将印度、伊朗、阿富汗与中亚地区连接了起来，加快了经济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操纵布局时却有意地绕开了巴基斯坦。此外，印度还计划搭通一条孟买和俄罗斯的国际货运航线，而光是从巴哈尔港到靠近阿富汗的扎黑丹修建铁路就需要耗资16亿美元。由此可见，印度为了能够在阿富汗布局可是下了血本。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美军继续驻扎阿富汗的基础之上。如今美军却从阿富汗撤军，就意味着印度彻底失去了在阿富汗这场棋局上的保护伞，留下了印度在此自生自灭。如今阿富汗局势极度紧张，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矛盾不断，这就意味着印度在此苦心布局的棋局面临崩盘。印度也是跟着美国的脚步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不过印度失败的原因其实也不难分析，如果一个国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那必定是不会走错。但是印度苦心布局却忘了一点，那就是美国在阿富汗只能算是侵略军，跟着侵略者的脚步去发展，怎么可能没有风险呢？所以说，印度的损失只能算是印度自己造成的。吃硬不吃软，日本又向俄提出新领地要求，普京霸气回应，打出组合拳。为何说这或许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众所周知，围绕着所谓的北方四岛问题，俄罗斯与日本在明里暗里可没少进行较量。比如之前俄军曾多次在日本海周边区域举行各种规模的军事演习，俄军战机甚至还强行闯入日本领空。普京展示这些强硬的手段，无非就是在释放一个明确信号，即日本不要妄图与俄罗斯有任何领土之争，否则俄军必将让日本付出惨重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表示强硬的同时，普京还使出了一招以退为进。他在日本东京奥运会开幕的当天，主动向日本示好，声称如果日方愿意摒弃分歧，帮俄罗斯开发所谓的北方四岛，那俄日之间还是会有密切合作的可能。很显然，这是普京在给日本找一个台阶下，因为从日本方面来考虑，用武力夺岛肯定是不能实现的，所以普京希望日本能借此机会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既不费周折地确认了北方四岛的主权，又能让俄罗斯获得日本的投资，这对于普京来说绝对是乐见其成的。然而日本在看到俄罗斯主动示好之后，竟然丝毫不领情，反而还步步紧逼的在北方四岛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又向俄罗斯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据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日本南极探险队于1911年至1912年曾到达了西南极洲，所以他们认为位于博德地的俄罗斯站是非法的，因此日本政府向俄罗斯提出了南极洲的领土要求。对此，俄罗斯回应称，他们早在1820年就发现了博德地和埃尔斯沃恩斯地海岸，所以日本方面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北方四岛争议还未解决的情况下，日本竟又向俄罗斯提出新领土要求，这无疑会惹怒战斗民族，从而遭到普京的强烈反击。果然，在日本方面提出新领土要求后不久，俄罗斯海军各舰队就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普京还在阅兵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俄海军拥有最高的高超音速高精度武器系统和可靠的武器装备，如果有需要的话，俄罗斯可以对任何敌人进行不可阻挡的打击。与此同时，普京还在这个敏感时刻让俄总理米舒斯京前往北方四岛相关岛屿开展访问活动。日本方面虽然对此表示抗议，但也无可奈何。
最后我们想说，对于日本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挑衅，普京打出了一套军事和外交的组合拳，作为对日本的霸气回应。而日本咄咄逼人的姿态，或许也给中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他们只吃硬不吃软，在俄罗斯示好的情况下不见好就收，非要等到俄军来硬的才无奈作罢。所以今后日本再敢挑衅中国的时候，解放军一定不能对其心慈手软了。中国给美补课绝对不只是说说而已。会谈结束，中方对美提出2份问罪清单。众所周知，在美国一通死乞白赖的请求下，中国终于答应给他们一次机会展开对话。不过让人没想到的是，明明是美国方面有求于中国，但是在正式对话之前，美国却仍然还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霸权主义嘴脸，叫嚣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进行对话。对此，中方也是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我国外长王毅霸气地表示，中国有责任与国际社会一起，好好的给美国补上一课。现在从会谈过程以及会谈结束后的中国表现来看，给美国补课绝对不是说说而已。据环球时报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副外长与美国副国务卿的对话中，中方火力全开，对美提出了一些质问，并就这些问题将美国代表痛骂了一顿。中方质问美国为什么在有求于中国时就要求合作，同时还在各领域对华进行打压和制裁，并且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美方不惜两国发生冲突对抗。难道美国只想自己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随后中方又质问美国，在人权问题上，他们对土著居民搞种族灭绝，新冠疫情也没能做到有效的防护，导致60多万美国人死于非命。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还凭什么利用人权问题攻击中国？除此之外，随着会谈结束，中国副外长透露称，中方还对美国提出了2份问罪清单，其中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的对华政策和严谨的清单，另一份则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其中包括了中方敦促美方无条件的撤销对华人员和相关企业的制裁，以及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和滋扰中国留学生等行为。对于这些，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对于美国的态度确实已经开始改变，那就是我们对于美国几乎真的是没有抱有任何幻想了。现在我们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就是要正告美国人，他们没有资格对中国说教或是指手画脚，而且妄图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中国对话是绝对行不通的，中方也不吃这一套。最后我们想说，这次中美对话果然就如之前大多数国人所预料的那样，美方并没有带着诚意而来，所以他们得到的也只有中方强硬的责问。也许经过中国这次的补课之后，美国能够稍微明白一些如何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不然以这样的态度，下一次的中美对话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银航母公布航行路线，高调闯入南海，是想对中国下战书吗？金灿荣表示，扇其一耳光又何妨？最近一段时间，英国航母可谓是赚足了各大媒体的眼球。在其被爆出有大规模新冠疫情感染，以及部分舰艇由于动力故障而掉队的情况下，英方长却还嘴硬地对中国放狠话，声称美军已经多次做过类似的事情，其言外之意就是提醒英国可以效仿美军的做法。毫无疑问，美媒的这种行为就是在怂恿英国挑战解放军的底线，而英国还真的就付出了行动。据英媒《防务杂志》报道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航母进入南海之前，还特意全面开启了民用船舶 AIS 设备，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从相关网站上随时查询英航母编队的位置信息，而且周边国家也能使用民用通讯系统和其进行交流。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航母这种举动十分反常，不排除他们是想通过公布自己的航母路线来高调宣扬英航母已经闯入南海的行为，而这种举动在我们看来，无异于是英国想对华下战书了。对此，国际关系学家金灿荣教授就表示，英国派航母来南海已经是对中国的小觑和不屑，而现在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公开航行路线，这更是在赤裸裸地挑战解放军的底线。所以我们对于英国航母绝对不能客气，就算是狠狠地扇其一耳光又何妨呢？毕竟在新中国时期，我军也曾炮击过英舰紫石英号，而且威慑效果还不错，所以这一次面对英国的下战书，解放军也没必要跟其客气，咱们就当做好事，给英国重新补上一课，让他们知道挑衅中国的下场必定是自取灭亡。